盘古城的前面有3个门，全部配有警卫，其中一个门为天龙门，直接通往天龙人居住的众神之地。刚刚天龙人引发的骚动惊动了守卫，一群卫兵通过大门进入盘古城。萨博趁机混入其中，成功的溜进了盘古城里。进入城堡内部，萨博拿着相机电话筒到处拍照留念发朋友圈。当然不是，作为革命军，想要攻入这里，自然要对这里的内部构造有个了解。奇怪的是，天龙人所在的盘古城居然连个监控都没有，警卫也少之又少，在这里滑雪看起来都没有人管。要说没人管也夸张了，一个小兵跳出来阻挠萨博，被萨博一招干掉。这就是世界权力中心的戒备，弱的还不如路飞他们之前潜入的海军基地。大概天龙人是想不到有人敢潜入进来吧。萨博在城堡里逛够了，准备直接溜到天龙人的聚集处众神之地。他在路上干掉了可怜的2个警卫，一拳头砸了一道墙，直接跳了下来。下面是一大群乌鸦前来接应，护送萨博迅速撤离。盘古城的社交广场，小人族曼雪莉公主替百姓治好身上的淤青，百姓可爱的朋友又增加了。刚刚天龙人引发的骚动，幸亏有这个姓氏为唐吉诃德的天龙人出手，保护了白星公主，才免去了一场有可能导致无数人流血的战争。愚人岛也幸免于难。尼普顿对唐吉诃德表示感谢，因为他的出手相助，自己没有打破和一级王妃的约定。唐吉诃德笨拙地表示，这都没什么，接下来的7天会议时间，自己将会全权保护白星公主的安全。如果自己的身份能给众人提供便利，那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盘古城的天龙门门外，一个疯疯癫癫、笑嘻嘻的老太婆走向守卫，这位就是索尔贝王国的王太后可妮。不知道索尔贝王国的小伙伴不要急，你们一定听说过的巴索罗米熊，人称暴君熊，他曾经就是索尔贝王国的国王。守门的卫兵认出了他，非常客气地请他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里是天龙人的众神之地，外人勿扰。这时蠢逼天龙人被他的奴隶驮着来到门前，惨叫让守卫开门，守卫不敢怠慢，立即打开大门。奴隶驮着蠢逼天龙人爬进了众神之地。蠢逼天龙人的父亲眼镜天龙人听闻儿子被揍了，坐着奴隶赶来，一见儿子这副模样，心痛不已。父子俩痛斥唐吉诃德家族都是怪胎，一个跑出去做凡人，一个连个奴隶都不养，还帮着愚人族出手，简直让人不能理解。这个眼镜天龙人乘坐的坐骑，居然就是前任王下七武海、前任革命军干部、前任索贝尔国国王的巴索洛米熊，被天龙人称为无敌奴隶，人人争相拥有。而大雄原本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海贼，被人称为暴君，据说十分痛恨天龙人。大事件之前，大雄突然与世界政府的贝加庞克博士签订协议，自愿被改造成机器人，失去了自我意识，原因不详。这件事是海贼王世界中众多神秘事件之一，极大可能是革命军安插大雄进入世界政府做卧底吧。不过可能性最大的原因就是大雄恶魔果实的能力设定太过无敌，能瞬移，能弹开一切攻击，能压缩空气，还能将人击飞，简直可怕。正因为大雄的能力太无敌，得罪了作者，于是把他写死。大雄也算是草帽团众多恩人之一了。早在恐怖三鬼船的时候，大雄被安排来善后草帽团，将草帽团处理掉，但是大雄却放过了草帽团一行人。香波地群岛，大雄更是直接违背了命令，利用自己的果实能力，从大江荒原的眼皮子底下救出了草帽一行人。那时候大雄对路飞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会再见面了，永别了。第二战争的时候，大雄完全失去了意识，成为世界政府改造的人间兵器。一直待在监狱里的伊万科夫对此一点都不知道，在他的印象中，熊是十分仇恨世界政府的，怎么可能会接受世界政府的改造呢？再后来，大雄以完全无意识的机器人形态死守桑尼号2年，期间御敌无数，保护桑尼号毫发无损，直到弗兰奇到来，大雄才默默离开。究竟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从困境中解救路飞等人？现在的大雄已经给不出答案了，唯一的可能就是和他革命军的身份有关系。不过按照尾田的套路，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伏笔了，不够炸裂。关于大雄自愿成为世界政府的改造人，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与世界历史真相有关系。潜入到众神之地的萨博看到熊的这副模样，恨得咬牙切齿。天龙人那边还在不断的对熊又打又戳，发出暴虐的笑声。萨博忍无可忍，双拳燃出火焰，从角落里冲出来就要杀人。这时空降一群乌鸦将萨博围在其中，测试统领从乌鸦群中现身，捂住萨博的嘴巴。莫里由地下伸出大手，将萨博拉入地下的空间里。地下空间汇聚了3位革命军军长，萨博气得浑身发抖。熊是他们最重要的伙伴，而且还是一位人缘很好的伙伴。无论于公于私，萨博都无法看到熊遭受这样的待遇。军长们劝说萨博冷静，他们来此的目的就是如此，将饱受天龙人折磨的重要伙伴大雄给解救出来。这里革命军的南军军长爆破鬼才说出了一个值得人深思的情报：
大雄以前的国家索尔贝是世界政府加盟国，而大雄因为不服天龙人，所以落得个如此下场，被世界政府拿过来以儆效尤。无论多么强壮的男人，反抗天龙人就是这个下场。这句话意义不凡，说明大雄从始至终都对天龙人和世界政府抱有敌意，但他自愿被世界政府改造，也许是他接受了不可违抗的命令，或者有什么把柄被世界政府掌握。爆破鬼才劝萨博冷静，一切从长计议。天龙人的背后有海军和 CP0， 如果他们不幸被抓，后果不堪设想。萨博坚定地说道，绝对不会失误，不成功变成人。与萨博一样，对大雄的下场充满愤恨的是另一个人。索贝尔王国的可妮王太后趁着天龙人对话的时候溜进了众神之地，躲在角落里变回原形。这家伙原来是罪恶时代超新星里的杰尼邦尼。前一阵邦尼被赤犬逮捕，不知为何逃了出来，他躲在角落里看着这副模样的熊，一边抹眼泪一边愤恨地说道，不可原谅，绝对不可原谅。我们都知道杰尼邦尼的能力是可以将自己或者他人随意的变成老人或者小孩，并不是变成其他人的样貌。邦尼变成老人的样子，成功骗过了守卫，让守卫误以为他是索贝尔王国的王太后，说明邦尼变老的样子和索贝尔王国的王太后可妮长得一模一样。结合巴索洛米熊曾经是索贝尔王国的国王这件事，可妮是大雄的母亲，邦尼变老后与可妮一模一样。虽然官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从种种的迹象来看，邦尼有极大的可能是大雄的女儿，前索贝尔王国的公主。两个天龙人乘坐奴隶慢慢离开，萨博军队长们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目前萨博等人已经掌握了马里乔亚的地理和城堡内部的结构，目前最棘手的就是守卫。听闻海军大将就在马里乔亚，萨博态度很坚决，不管谁来一定要救出大雄。乌鸦在一边附和，此次他们潜入马里乔亚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大雄。抛开同为革命军的同志不谈，萨博的弟弟也受到大雄不少的照顾，可以说也算是萨博的恩人。大雄不仅从香波地群岛将路飞一伙救走，而且还精心策划了每个人的去处。正因如此，草莓一伙在2年里各自找到适合自己修行的地方，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熊给路飞一伙创造了合适的契机，如今他自己却变成这般模样。萨博咬咬牙，与诸位军队长宣布，熊是我们最重要的同志，而且我还要报答他对我弟弟的恩情。军队长们点点头，一起将熊拯救出来。画面再回到草帽一伙，路飞一改之前消沉的想自杀的样子，拿着自己的通缉令傻笑不止。空中传来一声声啼叫，送报鸟将信息的报纸送到船上。今天的头版头条是当日召开的世界会议，4年一度的王族大型聚会终于开始了。世界上的海是由高大的墙壁、红土大陆和东西南北4片海域以及新世界组成。伟大航路将其分为4个部分。世界政府是由世界上绝大多数共170个国家加盟组成的世界第一大组织，其中50个国家代表每4年都会聚集在圣地。本次世界会议还没开场，路飞就成了各个国家王族的热议焦点。一个刚刚进入新世界的新人海贼暗杀4皇大妈未遂，又盯上了4皇凯多的脑袋，看起来接下来和治国不会太平了。和治国是世界政府的未加盟国，也就是所谓的无法地带，海军和世界政府都不会介入，毕竟让海军出兵打仗也是要钱的，只要不威胁到世界政府的地位，大可以让和治国自生自灭。众人议论纷纷，会议长站起身上台宣布，为期7天的世界会议正式开始。作为世界政府最高权力的吴老星居然没有参加到世界会议中，而是赶往盘古城内部，在那里有一位大人正等着他们。根据吴老星的对话，阿拉巴斯坦王国的纳菲鲁塔利家族是最初创建世界政府的20个人当中唯一一个没有来到马里乔亚的家族。对于天龙人来说，他们就是叛徒。顶上战争已经过去了2年，路飞崛起，4皇骚动，世界动荡越来越无法阻止，整个世界不会永远保持平衡，有必要进行一次大清理。盘古城的后花园，那个脑袋上带着尖尖的神秘黑影正在这里赏花踏青。属下来报，称呼黑影为伊姆大人。接到报告说，吴老星已经来了。在伊姆大人离去的地方，有2张破碎的通缉令和1张被剑刺成的相片。通缉令分别是路飞和黑胡子，相片则是白金公主，而伊姆大人手中则拿着薇薇安的照片。伊姆大人登上长长的阶梯，坐在那个无人可坐、无人能坐的虚空王座上。吴老星十分恭敬地跪在王座之下。应该从世界上消失的灯火又重现了，您准备好了吗？请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宝座之上的伊姆大人慢慢睁开自己的血轮眼，俯视着吴老星。新世界某岛，猫副社掌柜带领毛皮族的侠客团到这里寻找隐居的马尔科。岛上一片狼藉，荒无人烟，就和最初被杰克掠夺过的左岛一样，到处都是被毁坏的迹象。侠客团们等在原地不敢离开，等待猫副社老大带着马尔科回来。在荒岛上有一条巨大的瀑布，瀑布后面是一个洞窟，沿着洞窟进入就到了另一片天地。这里没有废墟，也没有破损的建筑，有的是鸟语花香和安详宁静。村民和动物们和睦地生活在这里，仿佛生活在一片世外桃源。久别的马尔科就在这里，原白胡子海贼团的一番队队长，白胡子海贼船船医，人称不死鸟马尔科。
现在戴着眼镜，一身朴素打扮，温柔且耐心地替村民和动物们治疗创伤，就连村民们有什么烦心事都来找马尔科解决。马尔科好像一个乡村医生，更像一个偏远村落的村长。2年前顶上战争，马尔科一直奔赴在战场的前线，护在白胡子左右，被称为是白胡子的左膀右臂。直到白胡子战死沙场，马尔科一直寸步不离。顶上战争，大倭支柱斯库亚德受赤犬挑衅攻击白胡子，结果导致白胡子受伤。路飞救出艾斯后，白胡子把自己和同伴们隔开，打算他带领伙伴们来到马林凡多的时候，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白胡子说出了那句最为动人的名言：猫副社长贵和马尔科面前的这个世外桃源一样的村落，就是白胡子一生所求的根源。这个村庄是白胡子生前所建造的，准确来说，这里就是白胡子小时候所生活的地方。由于过于贫穷，无法支付昂贵的天上金，因此国家不能加入世界政府，成为无法地带。海贼和人贩子横行，国家灭亡，孤儿不断增加。白胡子自幼便是孤儿，为了生存，他早早的出海去做海贼。得势之后，白胡子一直牵挂着这片土地，一生隐姓埋名，将抢劫来的财宝金钱送回村庄建设。白胡子从小就没了家人，朋友也都相继离去，他将这里当作故乡。顶上战争之后，黑胡子迅速入侵了白胡子的地盘，马尔科等人奋起反抗，爆发了了结之战，最终以马尔科一方失败而告终。好在最后还是留下了这个地方，这里算是白胡子最后的遗产了。红发也帮忙把白胡子和艾斯的坟墓建在了村庄的附近。说着说着，马尔科摘下眼镜，流下泪水。白胡子老爹那个人其实很小气，总是蹭别人的酒，也没有请他们喝过酒，因为他把自己的那一份财宝都送到了这个村庄。马尔科话锋一转，聊到现任七武海中有一个名叫威布尔的家伙，自称是白胡子的儿子，到处袭击和白胡子海贼团有关系的人。白胡子有儿子这件事儿，不能说完全不可能。根据马尔科的了解，威布尔的母亲巴金原来就是海贼，30多年前曾经和白胡子在同一条船上。不过，如果威布尔这个二愣子真是白胡子的儿子，那也许是因为白胡子被巴金下药了吧。总之，这件事也有着很深的伏笔。巴金和白胡子曾在同一艘船上，而白胡子海贼团还没有巴金这个人，那么他们的交集只有一个，那就是洛克斯海贼团。如果巴金这个疯婆子真的是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那必定也不是等闲之辈。马尔科担心村庄被威布尔和巴金这对疯子母女袭击，暂时没有离开的打算。他让猫副社长贵带话给路飞，自己要坚守村庄。